我现在要用手机的这个扬声器啊，扬声器的这个孔，吹灭打火机的火焰。这个风其实还挺大的，你看。放近一点。这个风非常大，隔这么远都能把它吹灭。其实我这样也能感觉到有风，有点凉气。夏天的时候还能当风扇用啊！这是手机的扬声器啊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手机啊，我用的手机。这个最初是苹果手机上的一款软件啊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收费啊。那我就在安卓上也随便找了一款软件，就是同样可以产生各种频率声波的软件。其实的话也可以。你调到420这个赫兹或者440赫兹这个频率产生的风量是最大的。好，手机的扬声器吹灭蜡烛这件事其实比较奇怪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声波是纵波，纵波说的是介质的运动方向和波的传播方向平行啊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纵波，可以看出前面灰色的挡板前后运动，它带动了介质，产生了一个疏密变化的压力波。那从这个图片中就可以看出来，其中的介质正在跟着挡板做偏离平衡位置的这样往复运动，它没有一直向前运动，所以说扬声器应该不能吹出一直向前的风，就会先把这个空气分子往前推，然后空气分子再往后运动，这样一前一后，这样是应该是吹不灭蜡烛的，对吧？吹不灭这个打火机的火焰的啊，最多就是让这个火焰在这样前后的摇摆，但事实上。手机的扬声器在420赫兹这个频率上确实吹出了很大的风啊，这是为啥？其实这个原理特别的简单，我相信你在生活中其实可遇到过同样的现象啊。你看，我用嘴啊，就很容易能够吹灭这个火焰，对吧？但是我靠吸的话，是很难这个熄灭的，就算我用最大的流量也不行啊，真的不行啊。而且我在很远的地方啊，我动嘴一吹就能吹动一张纸，但是根本就吸不动啊，这是为啥啊？就是因为吹出来的风比较集中，它还没有来得及扩散到很大的面积，而且还自带了一定的压力和速度。你吸空气的时候，空气分散的面积很大，所以吸的时候基本上就很难在局部造成很高的这个空气的流速，所以就很难把火熄灭了。那手机跟这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，虽然空气在前后运动，但是空气往后运动的时候，也就从这个扬声器往进吸的时候是没有风的啊，就跟我这样吸是一样的。但空气往前运动的时候，也就从这个扬声器往出走的时候啊，就跟我吹是一样的，它就会有风。所以说，扬声器以420赫兹的频率在振动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个持续向前的风。它其实是断断续续的，但是频率很高，所以说就跟这个持续的风是一样的，就跟我这样，一吸一吹是一样的。只要你这个频率足够高啊，那么往前的风就是连续的。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好，那这个问题这样的啊，很有趣，对吧？那曾经有一档电视节目中，实验人员还表演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实验啊，就是用手摩擦金属棒，在金属棒的一端放一个蜡烛，结果金属棒把这个蜡烛也吹灭了。这个原理其实跟手机听筒这个吹灭蜡烛的原理是一样的，这是因为当你用手摩擦金属棒的时候，就会导致金属棒振动，产生一个沿着金属棒传播的疏密变化的压力波，这个其实就是声波。现在这个产生的声波，也就是这个入射波，会沿着金属棒向前传递，当它遇到右端的端点的时候，就会被反射回来。那么反射回来的这个波就叫反射波啊，它和入射波的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，区别就是传播方向不同啊，一个向这边，一个向这边。那么这个时候入射波和反射波就会叠加在一起，产生一个驻波。那这个驻波之所以叫驻波，是因为驻波它不再向任何方向传递了，就像停在了原地一样，所以叫驻波啊。那下面我再看一张图片啊，那么图中蓝色的波和红色的波是两个传播方向相反的一个行波啊，它俩的振幅和频率完全一样，那分别就表示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入射波和反射波啊，它俩现在叠加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驻波。可以看出驻波并不会发生移动，只是在这样上下的震动啊。当两个这个行波的波峰和波峰相遇的时候，波谷和波谷相遇的时候就对应了黑色
这个驻波的波腹，也就是振幅最大的地方。当两个行波的波峰和波谷相遇的时候，就会抵消掉，就对应了这个驻波的波节，也就是图中红色的点，振幅最小的地方啊。那么声波的驻波也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区别就是横波形成的驻波是垂直上下振动的，那么声波形成的驻波是平行于金属棒这样振动的。因此，当你摩擦金属棒的时候，就会在金属棒中形成驻波，那金属棒的一端就刚好处在了这个波腹的位置，也就是说，它的前后振动的幅度非常大，也是非常快的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向前的微小的气流，就跟这个手机这个扬声器吹灭蜡烛的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好，那这个问题这样的，我是理论科学，点赞关注，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